大约到初夏，他和他的关系相对稳定了。所谓的稳定，也就是有了一种不再更改的节奏。他们1个星期见一次，一次做2回爱，通常都是他过来，每一次他的表现都堪称完美，有2次他甚至都给他打过100分。他们俩都喜欢在事后给对方打分，这也是后戏的一个重要部分。前戏是没有的，也用不着。从打完电话到他赶过来，这里头总需要几十分钟。这几十分钟是迫不及待的，可以说火急火燎。他们的前戏就是他们的等待和想象，等待与想象都火急火燎。没有前戏，后戏反过来就格外重要，要不然干什么呢？除非接着再做。从体力上说，双方都没有问题，但每一次都是他控制住了。下次吧，夜里头你还有夜班呢。他们的后戏没有别的，就是相互打分，2次加起来再除以2，他们就把除以2的结果刻在墙面上，墙面写满了阿拉伯数字，没有人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笔糊涂账。打了一些日子不打了，在打分这个问题上，男人总是吃亏的，男人却有他的硬指标。其实正是因为这一点，他坚持要打。他说了，在数字化的时代里，感受是不算数的，一切都要靠数字来说话。数字的残酷性终于在那一个午后体现出来了，相当残酷。原是他和他约好了，下午1点钟在鼓楼广场见面，说有好消息要告诉他。没想到一见面他就蔫了，怎么问他都不说一句话。回到家他还是不说，干什么呢？还是做吧。第1次他就失败了，他只好耐着性子等他。第2次他失败得更快，他笑死了，对他说：0加0除以2还是0哦。他特地从他的抽屉里找出了一把圆规，一定要替他把这个什么也不是的圆圈给他完完整整的画在墙壁上。他一点儿也没有留意这一刻他的脸色有多阴沉。他从他的手里抢过圆规，呼噜一下就扔出窗外。他的脸铁青，气氛顿时就不对了。因为他的动作太猛，他的手被圆规划破了，血口子不算深，但到底有3厘米长，吓人了。这么长的日子以来，撇开性，他们其实是像兄妹一样相处的。他在私下里已经把他看作哥哥了。他这样翻脸不认人，他的脸上怎么挂得住？他捂着伤口，血已经出来了，疼得厉害。这时候要哄的当然是他，可他究竟是知道的，一定是他的玩笑伤了他男人的自尊，反过来哄着他了。没想到他还不领情了，一巴掌就把他推开了，血都溅在了墙上。这一推真的伤了他的心。你是做哥哥的，妹妹都这样让着你，哄着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吧你？他再也顾不得伤口了，拿起衣服就穿。他要走，再也不想见到你，都0分了，你还发脾气。他的走终于使他冷静下来了，从他的身后一把抱住了他。他拿起了他的手，他望着他的血，突然就流下了眼泪。他把他的手握在掌心里，用他的舌头一遍又一遍地舔。他的表情无比的沮丧，似乎是出血的样子。他的心软了，反过来还是心疼他，喊了他一声哥。他最终是用他的蹩脚的领带帮他裹住伤口的，然后就把他的手捂在了脸上。他在他的掌心里说：我是不是真的没用？我是不是天生就是一个0分的货？玩笑嘛，你怎么能拿这个当真呢？
我们又不是第一次。我是个没用的东西，他口气坚决地说，我天生就是一个0分的货。你好的，他说，你知道的，我喜欢你在床上的。他笑了，眼泪却一下子奔涌起来。我当然知道，我也就是这点能耐了。他说，我一点自信心也没有了，我都快扛不住了。他明白了，他其实早就明白了，只是不好问罢了。他一大早就出去面试，试过了，面子却没有留得下来。你呀，你这就不如我了，他哄着他，我面试了多少回了，你瞧，我的脸面越是越光亮。不是面试不面试的问题，他激动起来了，他怎么能那样看我？那个女老板，她怎么能那样看我？就好像我是一堆屎，一泡尿，一个屁。他抱住了她，他知道的，他是知道的。为了留在南京，从大3到现在，他遇见过数不清的眼睛。对他们这些人来说，这个世上什么东西最恐怖，什么东西最无情？眼睛。有些人的眼睛能扒皮，有些人的眼睛会射精，会射精的眼睛实在是太可怕了，一不小心他就弄得你一身一脸，擦换都来不及。目光里头的诸种滋味，不是当事人是不能懂得的。他把他拉到床上去，趴在了他的背脊上，安慰他。他抚摸他的胸，吻他的头发，他就把他的脑袋拨过来了，突然笑了，笑得格外的邪。他盯住他的眼睛，无比俏丽地说，我就是那个老板，你就是一滩屎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他满腹的哀伤与绝望就是在这个时候决堤的，成了跋扈的性。他一把就把他反摁在床上，他尖叫一声，无与伦比的快感传遍了每一根头发。他喊了，奋不顾身。他终于知道了，他是如此这般的棒。轻松啊！他躺在了床上，四仰八叉。他用手抚摸着自己的腹部，叹息说，这会儿我什么压力也没有了，真轻松啊！你呢？是啊，他望着头上的楼板，喘息说，我也轻松多了。相信我，哥，他说，只要能轻松下来，日子就好打发了，我们怎么都能扛得过去。